表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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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白。我这是重生到高考结束，回学校宣报志愿要给。沈舟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们还不成熟，我还不能答应你。不过你要是愿意坚持一下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30万后还钱了，我去健身房请金牌私教了。私教？什么私教的30万？谢楚瑶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做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吼什么吼呀？我让你看我手机了吗？等我处理完公司的事，我再给你算账。房本啊！我第一考要花钱，我把房子卖了，给他凑钱了。30万买私教，卖房给你第一考，谢书瑶，你知不知道这货款我还不上是违法的？我是要坐牢的！你还好意思凶我？告诉你，是你自己没本事。要不是高中的时候你像个狗一样挑，我瞎了眼我才看上你。到底谁瞎了眼？我要知道这样子，拿枪指着我，我也不会娶你。你还委屈上了？你有种跟我离婚啊！离就离。兄弟，等我渡过难关，钱我一定还你。跟我还这么见外？钱你拿去用就是了，啊！喂，周哥，我的一生被谢书瑶毁了，如果能重来，我绝不再做他的舔狗。哼，又是这样，还想 PUA 我？哎，看在这么多人的份上，为了不让你丢面子，这花我就收下了。哎，不过收了你的礼物，可不代表我要和你交往啊。我们家舒瑶呢，考了580分，肯定能上重本，而你沈舟也就勉强上个渣本。舒瑶能收你的花，你也算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你少给他自作多情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，这花是给谢书瑶的？沈舟，人家李云只不过说了几句实话，你也没必要生气吧？我没有生气啊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我说你有你就有。你说我有我就有，你怎么不去当不孕不育专家啊？还真是屈才了。你说你2句，你还不乐意了？重本跟渣本能比吗？谁稀罕你个渣本生的礼物？你考上重点大学又怎么样？我沈舟即便上的是3本，依旧是别人不可仰望的存在。沈舟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舒瑶，他就是跟你欲擒故纵呢。众所周知，他就是你的舔狗。这花不是送给你的，还能是送给谁的？我的花当然是要送给校花。原来他做这些就是想夸我是校花啊！同学，等一下。你有事吗？我是高3一班沈舟，交个朋友吧。朋友？那是楚幼薇楚校花，沈舟的花是送给他的。楚校花高中3年，从来不跟别人讲话，被誉为冰山女神，怎么可能会接受沈舟这种屌丝的表白？舒瑶，我看他呀，不过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吧。他太幼稚了，等他被楚校花拒绝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
你要跟我交朋友？当然了，楚幼薇，前世的宝藏女孩，高中3年，她从不和别人说话，大家都误以为她很高冷，实际上，她只是社恐而已。不怕我吗？我怕你不愿意接受我这个朋友。你长这么漂亮，一个人回家会有危险。作为朋友，我送你。什么？楚校花接受他的表白了？哎，沈周，哎，舒瑶，你不能去，去了你就上当了。上当？这肯定是沈周提前跟楚幼薇串通好的，做戏给你看。如果你表现得太在意了，他肯定会得寸进尺的。对，他这么爱我，肯定不会喜欢上别人的。10天后啊，就是你的生日，也就是拿录取通知书的日子。等你拿到重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沈周那只舔狗肯定会对你更甜。好大的烟味！你不是要带我回家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没有去过网吧的学生生涯是不完美的。可老师说，去网吧的都不是好学生。都毕业了，还老实。老板，开2台机器。哎，我怎么不说老师们嘛？太好玩了！我刚刚打了10个 perfect。好家伙，原来从冰山女神到网瘾少女只要半个小时。沈周，你怎么不玩啊？啊，你先玩，我敲完代码再陪你啊。08年的电脑配置太差了，换做以前的配置，10分钟就写完了。前世，清北大学为重构系统，悬赏500万，却没人能快速完成。直到后来，袁教授带领团队耗时3年，才完成了系统重构。好在重生前，重构系统的方法早就公布。怎么搞的又失败了？教授，刚刚有人跟我发了封邮件，是关于系统重构的解决方案的。什么？谁发的？一个中学生。这，一个中学生能写什么玩意儿？你别瞎耽误我时间。哎呀，你这。您还是看看吧，这份方案呢，解决我们好几个技术难点。一个中学生，他怎么可？这，哎，你瞧瞧，还可以这样设计啊！哎，这小子的资料呢？哦，他叫沈周，18岁，刚刚高中毕业。不过他高考只考了460分，顶多就上个渣本。渣本？那可不行，这样的人才啊，绝对不能埋没。这样，我忙完这2天，就去把他收为我的关门弟子。关门弟子什么？您是说您要破壳录取他？这小子也太幸运了吧！不，这是我们清北的幸运。爸妈，快过来吃饭！哎，儿子中邪了，这。我认识一个大仙，要不我问问？哎，
爸妈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现在我长大了，你们辛苦了。舒瑶啊，你以后少点外卖，对身体不好。对，喜欢吃什么让妈给你做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嫌我点外卖乱花钱了呗？妈不是这个意思。舒瑶，你别多想，妈也是为你好。还吃什么呀？傻小子，你下山什么情啊？上一世，为了让我娶到谢舒瑶，爸妈掏空了所有积蓄，结果婚后却处处被他刁难。这一世，我不仅不再当天狗，更要赚钱，让爸妈提前退休。吃饭吧，吃饭，爸，来。妈，多吃鱼，补钙的。哎，爸，你还吃了红烧肉，来尝尝儿子的手艺。好，好。儿子，我怎么不习惯你突然这么懂事啊？这才哪儿跟哪儿啊！等儿子赚了大钱，你们就等着享福吧。哼，你就吹吧你还想成为首富啊？成为首富的确有点难度，不过这个暑假挣个1800万，还是很轻松了。沈周，10分钟之内给我带份饭过来，我就原谅你今天故意气我了，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普天同庆，一言为定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，你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。舒瑶，对不起，刚才跑得太快，摔了一跤。不过饭没事，包在衣服里还好好的。这么晚，你想饿死我呀你？哎，舒瑶，为什么我总感觉沈周好像变了？不，他就是在装高冷。想欲擒故纵是吧？我可不能惯着他。等到我生日的那天拿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再叫上年级第1的王涛，我让你啊后悔到骨子里。这清北大学效率还挺高啊！这第1桶金到手了，现在是该想想第2桶金。城西服装厂倒是快拆迁了，可是收购服装厂的资金起码要600万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上哪弄100万呢？好朋友，今天还去网吧吗？好啊。耶！我又赢了。那边有个电玩城，更好玩，我们现在过去。现在时间太晚了，我8点钟之前要回家的。哎，电玩城比网吧还好玩吗？当然了，明天我带你去。不等明天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
你不是说8点之前要回家吗？没有人说过啊，你听错了吧？啊？请你喝可乐。喝可乐会长胖的。好好喝啊！沈周，你怎么不给自己也买一杯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你等我一下。一切新鲜，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。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你很缺钱吗？哦，我看上了一个项目，缺了点资金。要不我给你吧？你要多少钱？我零花钱可不多哦。零花钱？零花钱怎么够100万呢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要多少呢。100万我还是有的。冰山女神，竟然是呆萌小富婆。好朋友，你今天想做啥？我奉陪到底。鞋带散了，我不会气。100万系个鞋带，这钱太好赚。谢谢。没事儿，好朋友应该的。原来好朋友要互相系鞋带。居然还有男生给大小姐系鞋带呢！不行，我要告诉罗总。辛辛苦苦养大的白菜，居然被一头猪偷偷的啃。我要这个小子的所有信息。沈周，今天我们去哪玩啊？今天不去玩，今天赚钱。赚钱？是时候成为风口浪尖的一头猪了。啊！周哥，好兄弟，哇，你可算来了！你搞什么肉麻？吃错药了？杨子，我最好的兄弟，前一世一直陪我创业，可谢书瑶觉得他没出息，背着我把他赶出了公司。但最后，我被谢书瑶败光了家业后，只有杨子二话不说借我钱。这是冰山女神楚幼薇。你好。你好，嫂子。你叫我来这撒狗粮的呀？当然不是。走，哥带你们挣大钱去。周哥，你刚毕业，从哪搞的这600万？做点小生意。再说，我有小富婆资助。不过，你600万就买了这个快倒闭的破厂啊？嫂子，你也不劝劝周哥？我都听他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要看现在这厂子效益差，但这块地很值钱。哼，唉，怎么了？我怕兄弟吃了苦，又怕兄弟开路虎。哎，你小子！
沈周，我妈妈来了，我得走了。啊，我去给阿姨打个招呼。别，不用了，我走。上车。哦。周哥，你这个丈母娘看起来不好伺候啊。你懂什么啊？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喜。哦，对了，周哥，过几天是谢书瑶的生日，他请了年纪第一的王涛。王涛，前世谢书瑶追求者之一，高富帅一枚。如果不是王涛大学毕业后出国，谢书瑶还看不上我。周哥，你有了嫂子，应该不会敷衍了吧？我当然不会去，我对狗毛过敏。我已经给你办好出国留学手续，10天后就走。我什么时候答应出国留学了？我不去。不去？留在国内干嘛？天天跟着那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鬼混吗？沈周才不是不学无术的小混混，他有很努力在赚钱的。拿着600万买一个快破产的服装厂，还想挣钱，简直异想天开。我不管他怎么想的，只要他愿意陪着我就行。哼，除非他600万挣到钱了，否则你不准再见他。那如果他挣到钱了，我是不是就不用出国了？好啊，晨曦服装厂想要挣到钱，根本不可能，你们注定不可能再见面。沈周，我相信你。大家好，我被京都师范录取了，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，我请大家在京都大酒店吃大餐。上辈子我是被京都技术学院录取了。什么？清北大学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喂，沈周同学啊，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吗？我是清北的袁弘教授。袁教授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被清北的录取是您？不错，是我给你申请的清北大学的破格录取。谢谢袁教授。我在京都大酒店，有时间吗？有，学生现在就去。耶！我被清北录取了，总统都要为我大开一宴。周哥，你真的神了！哦，你等一下，拆迁文件下来了，赔了咱们3000万。等拆迁款下来，里面有你500万。啊？这怎么行？我就跑跑腿。兄弟之间说这干什么？走，我现在带你去京都大酒店，今天带你去见大人物，今天有大喜事儿。大人物，大喜事儿。来京都大酒店，请你吃饭。愣着干嘛呀？上车！啊！瑶瑶，恭喜你啊，考上了京都师范，这可是全国排名前20的重本大学。还是比不过你呀，考上了清北。清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不过离你学校近，方便照顾。瑶瑶，你说那沈周会哪？他呀，他从来不会错过我的生日的。你看，你说什么来着？周哥，你说的大事儿，不会是来参加谢书瑶的生日吧？想屁呢，我脑子还没坏。沈周，我考上重点大学了。
你应该感谢国家，大学录取不考倒斗。有些人啊，嘴上说着不理我们家瑶瑶，一听说瑶瑶考上了重点大学，骑着那破电瓶车都要赶来住。我可不是来给他庆祝了。我说沈周，你就别在这口是心非，死要面子。听说你这次考得不错，是多少分来着？足足460分呢。哦，也就比我低个200分吧。哎，你这复读的进步空间还是蛮大的嘛。沈周，你为以前的事情向我道歉，我就允许你进酒店。你现在在这个酒店当看门狗？瑶瑶，不用跟他废话。以你的条件啊，以后进了大学能遇到比他优秀无数倍的男生。就说咱们涛哥，无论家世、颜值还是成绩，都比他沈周好。你说他一个穷屌丝，在这儿装上去了。哎，我说沈周，要不你跟我混吧，帮我在清北跑跑腿儿，背背书包，1个月我给你开2000块的工资，也可以让你这个学渣呀瞻仰一下清北的魅力。那沈周，赶紧答应啊！2000块钱够你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吧？谁稀罕你的破钱？再说清北，我自己不会进，非让你带着我进。沈周，你别在这哗众取宠了，你凭什么进清北啊？人家王涛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给你这次机会的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沈周同学，你就是沈周同学吧？很好。来，这是清北大学破格录取通知书，现在正式交给你了。清北大学破格录取？沈周被清北大学破录取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找人演戏的吧？不是演戏，这位是袁弘教授，是国内互联网领域的领头羊。我在清北大学的官网上看过他。这种大人物怎么会亲自给沈周送录取通知书？舒瑶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袁教授您好，我是清北大学本届的新生，请问沈周他为什么被破格录取啊？沈周同学在软件方面颇有天赋，对清北帮助巨大，所以啊，破格录取了。周哥，你真行啊！哎，怎么还不上去？哦，我等个朋友。啊好，那好，我接个电话，我先到包厢里去等你。好了，来，周哥。都睁大眼睛看着，清北的公章盖着，我周哥怎么进不了清北？还需要某人带？破格录取就是特招生，毕业之后能有什么特长？对，等你到社会了，你就知道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涛哥不但是清北学子，更是富二代，这起步就不是沈周你能比的。啊，没想到沈周你还懂软件了。那你毕业之后可以直接来我们家的公司上班吗？看在瑶瑶的面子上，我给你的工资肯定比外面。沈周，你还不赶快谢谢涛哥给你的这次机会？在这个社会上，金钱、人脉才是最重要的。够了！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还好意思跟我周哥提钱？知道这段时间我周哥挣了多少钱吗？赚钱？怎么捡垃圾赚钱啊？一群井底之蛙，给我看着！这是摩斯莱斯闪灵，这车很贵吧？差不多要600多万。600万，涛哥，你家买得起吗？我们家凑一凑也能买这个车，但是这车太高调，我不喜欢。洋洋，
你看啊，人家王涛是有钱低调，不像有的人没钱还爱装。咱们女生可得看清楚了。王涛，这车是劳斯莱斯幻影，不是闪灵，要1000多万。你家确定买得起？我这不是冰山女神楚校花吗？她好美呀！不止美，你身上的首饰和服饰加起来价值超100万。原来楚校花家这么有钱，要是能当她闺蜜就好。我将来也一定要成为楚幼薇这样耀眼的女孩。楚校花你好，我是在这。沈周，沈周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你买的那个服装厂地皮，才几天就赚了3000万，才18岁，现在已经是千万富翁了。18岁赚了3000万，知道这段时间我周哥挣了多少钱吗？给我！这份拆迁红头文件是真的。知道这样，应该多舔沈周才是。 18岁的他，竟然已经是千万富翁了。周哥本来想以普通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嘲讽。不装了，我们周哥开牌了。王涛，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这么蠢？把幻影认成闪亮，我这2层陪你买你3辆。我们进去吧。瑶瑶，你还不赶紧把沈周留下，邀请他参加你的生日宴？我邀请他，那可是3000万，而且他做这一切，不就是想在你面前证明自己吗？你正好给他这个机会。可是这些年沈周怎么对你的，我们心里都清楚。他楚幼薇再优秀，也敌不过他对你的真心实意呀。沈周，等一下。沈周，等一下。真晦气，不用理他们，我们走。沈周，晨曦的拆迁款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，我很开心。我决定允许你参加我的生日宴了。你脑子没病吧？这拆迁款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对我态度怎么这么差啊？沈周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和王涛，我们只是朋友关系，我们没有其他关系的。哼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用给我解释，我不在。沈周，舒瑶都拉下脸面来求你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对，你难道不知道主动开口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有多难得吗？好，他求我，我就一定要同意啊。沈周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之前只不过是为了考验你、激励你，那现在你成功上了清北，还成了千万富翁，那这正好说明我的一番苦心奏效了吧？谢舒瑶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女朋友还在这儿。他竟然推我，以前的他，哪怕是我小磕小碰一下，也心疼到不行。沈周，你干嘛这么粗鲁啊？你怎么这样？舒瑶会伤心的。沈周，我就不信你这么绝情，你肯定是跟楚幼薇串通好的，你们2个故意骗我对吧？你想太多了。沈周，我知道我之前对你很冷淡，可是我那不是为了拒绝你，只是我知道你还不够成熟，你没有担得起我们2个人未来的能力，所以我就想着再考验考验你，只要你努力，说不定可以考虑考虑我，对吗？谢舒瑶，你知不知道就因为这句话，让多少男生粉碎了自己的尊严？
不是这样的。仗着别人喜欢，就可以有恃无恐的索取，一边接受我的礼物，一边又想看看有没有更优秀的人。谢舒瑶，你让我觉得喜欢过你，是一件非常廉价的事儿。沈周，瑶瑶不是这种人，接受礼物本来就不代表答应做你女朋友啊。你还替他狡辩什么？喜欢就接受，不喜欢就拒绝，这是小孩都懂的道理。你们男生就不能有点耐心吗？耐心，那是给合适的人，不是给你们这些捞女。谢舒瑶不喜欢他，就别接受他的礼物。情人节、七夕节、女神节，沈周为了给你准备礼物，已经3天没有吃过早饭了。行了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我们走。走吧。等一下。楚女神居然为了他弯腰系鞋带儿。好了，谢谢。这是好朋友之间应该做的事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袁教授特意叮嘱过我们，您是他的贵客，请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？我不想在这儿看到他们，辛苦你。明白。走。是。对不起，谢小姐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您离开。你给我滚开！谢小姐，您如果再闹事儿，我就要报警了。你们可是收了我生日会定金的。我们会按照合约对您进行3倍赔偿，但请你不要再为难我们。沈周的前途不可限量，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。赵经理，我跟那个沈周是老同学，我跟谢舒瑶一点都不熟，让我进去吧。李云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最好的闺蜜吗？谢舒瑶，什么最好的闺蜜啊？少乱攀关系！哎呀，赵经理，我跟她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别听她乱说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，对不对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李云，你明明知道我对沈周有好感，你还每次都让我测试他，都是因为你，沈周才离开我的。谢舒瑶，你不觉得你自己太虚伪了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是你自己觉得沈周配不上你，又舍不得沈周对你的好，还跟王涛不清不楚的，仗着沈周对你的喜欢，一次次伤他的心。是你自己把沈周这只潜力股推远的，是你亲手毁了这份幸福。是我自己毁了这个幸福。如果你真的喜欢沈周，那无论我们说什么，你都不会言听计从的。是我弄丢了沈周。哎呀，李云，你就别说了，瑶瑶都伤心了。他伤心，他之所以跟我们做朋友，就是因为我们长得没他好看，跟他在一块儿能衬托他女神的身份。就他这样的人，就像一只贪得无厌的蟑螂，什么都想往肚子里塞，最后肠穿肚烂，还要怪别人。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人，月老就算是把红线给你害死了，你也一样不会得到幸福的。够了！你敢打我？你这个贱人，我让你滚！这女生打架就是刺激啊！谢舒瑶不愧是女神啊，这身材还真是哇塞呀！切，这算什么女神？跟楚小花比起来可差远了。不是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！哎，少儿不宜。哦。快吃吧。来，宋州，多亏了你啊！我替清北
敬你一杯，干了。老师您过奖了，我还需要向您多学习。嘿，好样的，真看不出来你只有18岁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重构方案里大并发架构部分，我还有点不太明白。教授，是这样的。这些东西将来会非常畅销。哎呀，宋州啊，你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哎，你看看学校还有什么能帮到你的？对了，教授，这是我好朋友张扬。有些项目我们俩配合非常默契，您看能不能给他办一个清北借读生身份啊？哦，这个嘛，借读生啊都是学校严格审核的，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。教授，像爬虫计算、人工智能，还有人工 AI， 这些我都是有研究了。只不过，哎，别提了，接着说。有些项目的开展需要借助清北的实验室才能实现，只不过没有一个好的助理，很难开展。这小子不见兔子不撒鹰啊！不过他说的都是我未来重点研究课题，可不能放过他。哎，还吃，还不赶紧的给你学弟张扬去办理借读手续去！哦，哎呀，快去吧，快去！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你看这样还满意吗？满意。只是老师，这不会很为难你吗？不为难，我们清北啊，能为张扬同学提供这样一个舞台，让他一展才华，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嘛！张扬，那么干嘛？还不谢谢袁教授？谢谢袁教授，我敬您一杯。哎呀，别客气。妈，儿子进清北了，有出息了。你为什么不愿意去清北借读？清北是我妈妈的母校。你妈妈是不是有点对你太严格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点社恐，说明家里的长辈比较强势。一提到你妈妈，你就皱眉，说明你心里比较抵触。才没有呢。人在说谎的时候，眼神会本能的躲开。你也太聪明了吧！沈正，我要那个。看来未来的丈母娘不好说话，我得想想办法。气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牵紧一点，这样就不会再摔了。我到家了。哦，别动。
我帮你把头上树叶拿下来。你闭上眼干嘛？讨厌！你还要记得带我出去玩哦。好。臭小子，还好你没亲下去，要不然我打碎你的牙。妈，这是我男朋友冷少。阿姨，初来乍到没什么好送了，就送你个孩子吧。哎，对了，我那辆鬼火停外面，不会被偷吧？不会被偷吧？不会被偷吧？绝对不行。虽然他运气很好，刚买了晨曦的服装厂就拆迁了，不过高考考了460分的人，能有什么出息？就是走了狗屎运罢了。绝对不能让他骗走我女儿。回来了，那个饭都做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啊，楚渊，你好歹是当年京东商场的风云人物，你现在除了会做家务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是谁又惹你了呀？女儿谈恋爱了。什么？现在知道担心了。女儿现在对我比较抵触，跟你亲近一些，你出面让那个小子趁早死了对薇薇那条贼心。好。儿子，你考上什么学校了？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。职业技术学院。没事，儿子，学历也不是全部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哎，你别以为我和你妈不上网啊！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不就是清北吗？清北？哎，儿子，这考砸了不丢人，但不可以骗人。你爸我这辈子老实本分可是出了名的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随我呢？孩子爸，儿子考上清北了。我知道。儿子，你不就考了460分吗？怎么上清北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给清北设计了一个软件，这个软件全国只有我会。袁教授就说，那我给你破格招进来吧。然后事情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没想到我儿子还有这样的天赋，哎，这聪明劲儿肯定随我了。一个清北而已，看把他们鸡通成啥样。看来赚3000万的事情暂时还不能说，万一吓到爸妈了就不好了。喂，沈州你好，我叫楚渊，是楚有为的爸爸，我想和你见一面。楚渊，曾经的商业奇才，后来生意遭受挫折，在08年7月30号下午4点，于梧桐路发生车祸，不治身亡。喂，沈州，你在听吗？哦，叔叔，我在听。咱们约个时间地点吧。1小时之后，在风华中学对面的茶楼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叔叔。爸妈，我有点事儿要出去的。好。还这孩子，还神神秘秘的，整天不知道在瞎忙啥。别人家的孩子上清北，那摆宴放炮的，你在这犯啥愁啊？你知道个屁！这以后记住啊，老子那头香就得让给这小子了。你的情况呢，微微都跟我说了。虽然高考分数差了一点，
但是能得到袁教授的赏识，也算是个天才。不过我们家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？楚氏集团是您一手创立的，但后来您在生意场上失利，逐渐退于幕后。这些年，您的夫人主外，您主内。是啊，现在啊，很多人都说我是妻管严，怕老婆。叔叔，这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人，只有尊重老婆的人。这小子有点意思，比起同龄人倒是成熟不少。真没想到，你一个刚成年的孩子，竟然能理解我。我呢，只是觉得薇薇他妈这些年啊不容易。阿姨是不容易，但阿姨过于强势，薇薇现在对她有一点抵触。你说的对，自从我之前生意场失利之后啊，在这个家我就说不上什么话了。叔叔，您的能力不可否认，只不过当年您进军房地产的想法和时代不符。你也觉得房地产没什么发展？不，恰恰相反，今时不同于往日。如果您现在进军于房地产的话，将会大有所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是我重启房地产项目的最佳时机？有点意思，来，仔细跟我说说。啊，好，叔叔，你看。所以，08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大时代，在所有人看衰房地产的情况下，国家即将拿出4万亿救市。后10年，房地产将会一路长红。你确定国家会出手救市？当然确定，前世就是这样。一定是袁教授得到了什么风声，告诉了沈周。你的想法呀，很超前，很有前瞻性。我现在马上回去做一份集团重启房地产项目的方案。还有10分钟就是出车祸的时间了。叔叔，等一下。叔叔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小陈？叔叔，要不我来开车吧？我刚拿了驾照，正好练练手。听说叔是个老司机，顺便指点我一下。你很有眼力劲啊！不是我吹，就驾校那些教练水平都不如我。走。好。叔叔，那是你的车吗？对啊。那个人趴车底干什么？我不认识啊！抓小偷！哎，站住！原以为前世楚渊出车祸是意外，现在看来，难道有人故意要害他？这人什么情况啊？这钻我车下干什么呀？叔叔，凡人之心不可无，赶快找人过来检查一下。对，我打电话。楚总，有人给你的车做了手脚，一旦行驶超过2公里，这车的油箱就会砰的一下爆炸。什么？谁他妈大胆害我兄弟？小沈，幸亏你发现及时啊，你这是救了我一命啊！叔叔，您过奖了。对了，叔叔，最近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我退居二线很多年了，没得罪什么人啊。老楚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。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，我会在你身边加强安保人手。哎呀，姑爷，这次幸好有你啊！应该的。老郑，通知咱们那些老兄弟，我要重启房地产项目，这一次咱们要大展拳脚。好啊，哥儿几个呀，这些年就在等你这句话，我马上联系。小沈啊，你比同龄人更成熟，更有远见，我对你很满意。只是薇薇他妈，所以你跟薇薇的事情呢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也没同意。叔叔，
我理解，我会用时间来证明我能够保护好薇薇。叔叔相信你。这小子思路清晰，比一些行业经理都还要厉害。哎，薇薇啊，你这是跟沈周出去玩啊？爸，你怎么知道沈周？我听你妈提起来。难道你也要像妈妈一样逼我吗？薇薇，你误会了，我呀见过小沈了，他非常优秀。那个，你看今天能不能约小沈来家里吃顿便饭呀？我新项目上有些问题想请教他。我爸居然要向沈周请教？之前在学校，也没见你表情这么多。以前没朋友，一个表情就够了。现在有你一个，够了。一点啥都。沈周，我要玩那个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那是给小孩子玩的，你都这么大了。我带你玩什么？爸。哟，小沈，来就来嘛，拿什么东西啊？叔叔，一点点心意，你别嫌弃啊。怎么了？你又不舒服了？还想吐吗？可能是坐太久了。坐太久了？小畜生，离我女儿远点！阿姨，别叫我阿姨。沈周，你对薇薇做什么了？她为什么想吐啊？叔叔阿姨，你们都误会了。薇薇没有坐过摇摇车，一口气坐2个小时，晕车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误会闹的呀！来，快，里边坐。妈，你们在误会什么了呀？我晕个车，你和爸爸怎么这么紧张？小孩子知道那么多干嘛？小沈啊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给你炒2个好菜。辛苦了，叔叔。哎，坐，你们玩啊。给，你喝。你喝嘛。阿姨，您别这样看着我，我背后直冒冷汗。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对我姑娘使坏，否则……阿姨，你看我像是这种人吗？把巷子给我去掉！你好歹也是个长辈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男人没个好东西。小沈啊，你阿姨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那个你们玩着，你跟我去厨房帮我切菜去。走啊！你放手！我不是叫你去拆散他们吗？你怎么还让薇薇把这个小子带回来了？这个小伙子不简单，他能帮我重启房地产项目。哎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，你能帮上什么忙？你别看不起小沈，他投资那服装厂不是赚了3000万吗？那是走了狗屎运，赚钱靠的是能力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，我做饭。哎你，
没事吧？嗨，没事儿，这锅呀没沥干水，起油的时候啊被烫了一下。老楚呀，你现在怎么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了？哎呀，本来还想大展拳脚，给小沈露一手，结果让我给演砸了。叔叔，身体重要。哎，这看来啊得出去吃了，只是可惜了我买这些个菜。要不我来做？别闹，你哪会做饭？你呀，吃倒是会吃，口味刁钻的很。以后呀，找个老公得找个厨艺好的，否则呀得剩竹竿了。哎，沈舟，你穿围裙干什么呀？哦，叔叔，你刚才不是说这些菜可惜了吗？正好厨艺还行，我来做。你做？啊？不是，你是客人，这怎么行啊？要不我来给你打下手吧？不用，我这人霸道的很，就喜欢一个人做饭。再说了，这厨房就是男人的战场啊！行了，你们在外面好好等着吧。来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哎，沈舟，去吧，去吧。好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薇薇，沈舟她会做饭吗？不知道。一个小孩子能会做什么饭？哪怕会做，都难吃的要死。他呀，就是打肿脸充胖子。至少啊，我觉得沈舟她挺心疼薇薇的，她做饭都不让薇薇帮忙。心疼有什么用？最终呀，男人还是得有本事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会他要是烧的难吃，可别怪我嘴下不留情。你别说话这么难听，我看小沈就很优秀嘛，看他那架势，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我难听，是你们男人没人靠得住的。爸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你妈呀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你看，知道我爱吃苹果，她连皮儿都给我。这就是你削的苹果，肉呢？爱吃不吃。晚上来喽！小沈，快坐下吃饭，都忙活半天了。累坏了吧？不累，我就喜欢做饭。哎，来，快尝尝我的手艺，给我点评一下。我先来。沈舟，你烧菜好好吃啊！真的很好吃啊！快，喜欢吃就好。哎，阿姨，装，你们继续装。他一个18岁的高中生，怎么烧的菜还比专业厨师好？那你试试看嘛，我们真的没骗你。我不吃。真的很好吃，你尝一口试试嘛。看在微微的面子上，我就小吃一口。这小子年纪轻轻，竟然烧得一手好菜。刚才是谁说只吃一小口的呀？吃一小口哪能尝得出来？对了，你有高血压，少吃点五花肉。你也吃了不少了，评价一下小沈的手艺如何呀？勉勉强强吧。对了，爸妈，
我已经成年了，以后上学就不用你们送了。刚好我的京都财经大学离清北挺近的，要不以后让沈周来送我上学？好啊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从小到大都说我们送你去，你让他送，我们怎么放心？他能照顾好你吗？落霞，再怎么说小沈是客人，而且他很成熟。清北特招，投资服装厂成了千万富翁，全国有几个年轻人能像他那么优秀啊？清北特招不过是他计算机有天赋罢了，未来还不是给别人敲代码打工。至于服装厂恰巧拆迁，只能说他运气好。你给我等着。这是按小沈的思路整理的项目书。你当 CEO 这么久，是不是运气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，能有什么商业思路？何况是针对一潭死水的房地产。有点意思。我没说错吧？小沈啊，就是个商业天才。闭嘴，别吵我。这个项目思路确实不错，的确是有点天赋。只不过这个项目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，就是预言跌入谷底的房地产，近期会有个4万亿的救市计划。他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知道这种消息？小沈的洞察力远超于同龄人。昨天要不是因为他，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。你的车子被人动了手脚，我还在查。最近这段时间我会给你安排贴身保镖。至于他救了你，只不过他运气好罢了，根本代表不了什么。不就是让小沈送微微上个学吗？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？这样吧，如果国家最近真的有救市计划，那我就答应你，让他送你去上学。妈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太独断了。我独断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闺女好吗？你小点声。你吼我！看电视。为保障市场稳定，提升居民基础保障，国家决定开启4万亿消费刺激计划，主旨保障民生住房。哎，一把年纪了，你的嘴再张啊，下巴就脱臼了。小子，真的被你猜中了，国家有救市计划。你运气还真好呀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哼，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，我看多了，爬得越高，摔得就越狠。我是不会让微微跟你在一起的，免得到时候你栽了跟头，最落魄的时候，让我女儿跟你一起吃苦。哪怕我再落魄，也不会让微微吃一点苦。我一定能照顾你。落霞，你够了！就凭沈州的房地产项目书，我处市重启房地产项目，他都可以来主导。行了，免得你们说我不近人情。只要你在大学毕业之前能够挣到1个亿，我就不反对你们在一起。大学毕业前挣1个亿？妈，你这也太难为人了。好，这臭小子邪性得很。他已经3000万启动资金，听说袁教授也很欣赏他。不行，大学毕业前挣1个亿，他还真有可能完成。什么1个亿？你们听错了，我刚刚说的是在大学毕业之前能够挣到10个亿。全国这么多大学生，谁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挣够1个亿？你现在还要10个亿，落霞，你掉钱眼里了。那不行，小沈啊，你别理他。知道怕了，我们楚家的门槛是很高的，
想要当凤凰男，没那么容易。大学毕业前挣10个亿，这点难度对于我来说，简直太简单了。我不需要大学毕业前，我大一就能挣够10亿。我大一就能挣够10亿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疯了，你们全都疯了！相信我。靠着前世记忆中的几只妖骨，短短1个月，我的总资产就达到了1个亿。等到了清北，用这1个亿跟袁教授做几个项目，1年赚几10个亿，轻轻松松。今天是开学日哦，马上来接你。沈周。叔叔阿姨，我们走了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薇薇。走。等一下，你好歹赚3000万，你就打算坐地铁送我女儿上学？阿姨，这段时间忙着挣钱，没有去看车。再说了，地铁价值好几个亿，它才是豪车中的豪车呢。油嘴滑舌。开过来。嫂子，这钥匙给我干嘛？给他呀。给我的？给我的？别误会，既然让你送我女儿上学，我可不想我女儿挤地铁，便宜你小子了。姑爷，车钥匙。谢谢阿姨，谢谢楚叔叔，谢谢郑叔叔。价值400多万的大 G 就这么送我了，这未来的丈母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啊。等假期回来办理下过户，这车四四方方的，真难看，挂在我名下，我看闹心。谢谢阿姨，这车我很喜欢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哦，那我们走了。哎呦，嫂子，眼睛不舒服啊？怎么红了呀？我眼睛进砖头了，要你管，忙你的去。舒瑶，你快点，等一下赶不上车了。哎，怎么不走啊？舒瑶，沈周他买豪车了。沈周，舒瑶，你说你当初要是答应沈周，那现在坐在豪车上的人就是你。沈周，舒瑶，算了算了，那沈周现在心里只有楚有为，你追上去也没有用啊。都怪这个楚有为，平时装高冷女生，在沈周面前就是个勾引别人男人的狐狸精。哎，听说楚有为考上了京都财经大学啊？啊，我表哥周海可是财经大学的海王，只要他出手，就没有挖不到的墙角。我要让楚有为自己放弃沈周。表哥，你帮我办件事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遇见？当你靠近我时，这空气都变得新鲜。想靠上你的肩，想抚摸你的脸，想和你一起聊聊最近改变。有很多话想说，热水已经给你烧好，放在这里。还有电卡、饭卡、电话卡都已经充好，放在这个包里，你可不要忘了啊。
哎呀，我怎么没有这样一个又帅又有钱又体贴的男朋友？薇薇，你男朋友怎么一股爹味儿啊？长得又帅又体贴人，要是再有钱一点，那岂不是完美男人？楼下那辆奔驰大 G 是谁的呀？都挡住学校校务车的进出了，麻烦挪一下啊！奔驰大 G 那可是豪车呀，价值至少要400万以上的。我以前交往过一个富二代男朋友，他爸爸就是开这个车的，400多万，这么多钱，宿管阿姨怎么会来我们宿舍问呀？快摊牌，你们谁是富二代？不好意思，是我的车，我马上去弄。那好，麻烦快一点啊！好。这个奔驰大 G 居然是薇薇你男朋友的，长得帅又体贴，还这么有钱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人？薇薇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你要记得回来看我。好，我有时间我就来找你，但是我和你母亲有赌约，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忙。但等你忙完了，你要带我出去玩。好，走了。微微，快说，这种又帅又有钱的男朋友在哪找的呀？对呀，还有没有男神同款的男神朋友？快点介绍给我们。有，他还有一个朋友叫张扬，快介绍给我。啊，我也要，我也要一个。感冒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感觉这个有念头啊。哎呀，沈周，你可算来了，教授。哎，对了，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你要研发一个新项目。哎，我们想做一个全新的电子商务平台。这个嘛，现在电商平台太多了，入局有点晚了。你是否考虑一下换一个新项目呢？我们和传统电商是不一样了，主打一个拼团服务，主攻一个下沉市场，利用人性，快速打入客户。来，教授，你看。哎呀，我还是劝你一句，要三思啊。通过拉人头，拼团降低商品价格，这完全是款重新定义电商的跨时代新产品啊！老师，刚您还说现在入局电商太晚了，怎么年纪轻轻的耳朵就聋了？我刚才明明说的是沈周的这个项目是独一无二的创新项目。开辟市场先河的伟大先驱者，沈周，你看老师要怎么支持你？老师，以我的能力很难独立研发，所以我需要您的技术团队支持啊。明白。小李啊，暂停你手上的所有项目，全力以赴的帮助师弟完成拼一刀项目。是，谢谢老师。袁教授竟然向这个学生请教，那个沈周，袁教授破格特招的计算机天才，哼，一个大一的新生，技术能高到哪里去？袁教授这样捧他，却没想过，这样的年轻人，捧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天才，在清北大学最不值钱的。
所谓的天才，不过是件冰冰里的门槛而已。走了。姐妹们，明天下午我男朋友周海请大家喝奶茶，你们可一定要去哦。肯定去，白嫖的奶茶不喝白不喝。周海，若曦，周海可是学校出了名的渣男，你和他谈恋爱可得小心别吃亏啊。周海之前是谈了很多女朋友，但是他这次对我是认真的。你不会是嫉妒我谈了周海这么优秀的男朋友吧？懒得理你。薇薇，这1个月怎么没见沈周来找你啊？他是不是把你忘了？没有啊，他只是有点忙。他说过他明天会来请我喝奶茶的。那好吧，那就让他一起来吧，反正周海会买单的。表哥，你泡到楚幽薇了吗？那小丫头高冷得很，完全不接陌生人的电话。不过我已经泡到她室友了，只要再多出来一起玩几次，我肯定能搞定她。先生，你奶茶好了。不跟你聊了，我去勾搭楚幽薇了。喝奶茶喽！来，喝奶茶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点你最喜欢的。美女，别客气啊。谢谢，我男朋友会买给我喝的。这都几点了？沈周要是会来的话，早就应该到了。可能是今天美女到场太多了，沈周觉得怕破费，就故意当缩头乌龟了。沈周不是这样的人，人家沈周可是开奔驰大 G 的，还会在乎这么几杯奶茶钱？那可不一定，男人有没有钱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肯为你花心思。更何况现在租车显摆的人可不少。就是呀，还是像周海这样懂得知暖知热的男生才更会照顾人呢。你们太过分了，沈周不是这样的人。薇薇，沈周，你来啦！我再不来，可是要被蛐死了。学弟，说你两句怎么了？你知道谈恋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仪式感，学弟。身为男朋友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都没给楚幽薇准备吗？就是呀，沈周，你这奶茶还是周海替你买的呢，你可要记得谢谢我们呢。周海，谢书瑶的表哥，著名的渣男，前世被人捉奸在床，谢书瑶还逼着我花钱去赎他。今天他来者不善，肯定是谢书瑶指使他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的确没有准备秋天第一个奶茶，不过我准备了另外的东西。现在知道买奶茶了，晚了。女孩子最想要的是一个态度，迟到的奶茶算不上爱。亲爱的，你说的真好。沈总，手续已经走完了，只要您签字打款，这家奶茶店就是您的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沈总真的把这个奶茶店买下来了？天哪，这是什么霸总行为？这不可能啊！这家店的地段很好，而且流量也很稳定，20万都拿不下来啊！就是啊，沈周，今天可不是愚人节，
你故意买通服务员开这种玩笑，可真没意思。这个学长很懂行情，20万的确拿不下来。哼，所以嘛，学弟，你就应该脚踏实地，不要弄虚作假的骗人。所以我一直加到50万，老板才肯转让。50万！50万！我不信，50万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土豪，这也太土豪了！沈总，不，老板，请签文件。你搞错了，他才有。什么老板？这是我送给你秋天的第1家奶茶店，签字吧，老板娘。喂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签啊！对呀，薇薇，这可是50万啊！老板您好。你好。我也想要一家奶茶店。西西，等我毕了业，第一时间赚钱了就买给你，好吧？学长，咱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搞错了吧？我没见过你。不对，上周你是不是在酒店喝多了，拉着我吹嘘说你有很多女朋友，还硬打开你手机通讯录让我看里头有什么备胎1、备胎2。你肯定搞错了。我绝对没搞错。学长，你同时交往8个女朋友，许多学校都疯传你是什么情圣转世。你不信，拿出手机，打开通讯录，你就看我有没有说错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不舒服，先走。手机。西西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周海，你这个渣男！西西，你听我解释，其他人我都是玩玩的，对你是真心的，对你是真心的。对我是真心的。你在手机里给我的备注是备胎8号。你这个混蛋！老娘身子都让你玩遍了，你居然还敢绿我！哎呦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跑！活该！早就跟他说过了，周海不是什么好人，还不信。希望若曦不要太难过了。有什么好难过的呀？哪个女孩子不遇到几个渣男啊？薇薇，你说吧。薇薇，你运气太好了，遇到沈周这种又帅又多金的好男人。这家店就改名为霸王奶茶，我还有几个配方，例如博雅有泉、雪顶咖啡、幽兰拿铁。这些资料我准备好发给你。沈总，我做奶茶10年了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些配方。有了这些配方，咱们店营业额起码能翻10倍呢。怎么了？沈周，你还懂奶茶呢？略懂而已。回来你们来我店里喝奶茶，记我账上，我给你们免单。讨厌，谢谢沈总。薇薇，怎么了？沈周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的。等你赚够了10个亿，我就让我妈答应你娶我。傻瓜，我买奶茶店是为让你好好喝奶茶，不是为了让你辛辛苦苦干活。10个亿而已，难不倒我。周哥，我们的项目上线了，不过现在宣发跟不上，用户和入驻的商家都特别少。
老师，您在京都有没有认识能力比较强的宣发团队，能引荐一下吗？我这个人吧，一心扑在技术上，对宣发这一块不是很懂。哎，老师，您忘了霍冰了吧？他爸可是豪江赌王，手里掌握着一整个娱乐帝国。哎，对呀，如果你能得到豪江赌王千金霍冰的帮助，肯定能够引爆市场的。赌王千金，霍冰啊，他是学生会主席，能力很强。他父亲啊是豪江赌王。如果我们这个拼刀的项目能够拉霍冰来作为天使投资人的话，至少能帮我们省下10年的运营时间。老师，您能引荐一下吗？这个千金大小姐吧，心高气傲。之前我也跟她聊过，但是她对拼团这个项目啊，前景不是很看好。那是因为霍冰不了解拼一刀的价值。哎，只要学弟你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讲解一下拼一刀，他肯定会感兴趣。学姐现在在学生会吗？我现在就去找她。霍冰很少在学校，不过最近啊，他想要高氏集团手里边的娱乐城项目。明天他会约见高氏集团的高总见面谈合作。霍冰每次在拿项目之前，都习惯到皇后酒吧喝酒放松。多谢李学长，这事交给我了。前世，高氏娱乐城项目被一家小公司中标，中标过程充满趣味性，后来也被人津津乐道。你好，学姐，我是沈周，我想找你好好谈谈。沈周，我知道你，今年特招的计算机天才，能让学姐知道，也是我的荣幸啊。你要是来找我谈投资的事情，很抱歉啊，我不感兴趣。怎么说不出话了？我只是被自己给帅到了。哈哈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你哪里帅？学姐，一起喝一杯总可以吧？随便你。啊，这是新来的男模啊，长挺帅的呀。你瞎了？这是沈周，上次在袁教授那个实验室你见过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沈周学弟，我是唐志薇。你好，唐学弟。来，坐，请坐。快点啊！谢谢学姐。客气。霍学姐，砍一刀项目非常适合豪轩集团竞争于大陆，扩大影响力。拜托您考虑一下。现在电商市场已经饱和了，你的项目还不如这比赛有趣。这场巴安队跟利物队的对决，从战绩上来看，巴安队根本不是利物队的对手。学姐，你喜欢哪支球队？我们冰冰啊是利物队的球迷。看来要让学姐失望，利物队这场比赛会爆冷输人。你说什么？学弟啊，你脑子烧坏了吧？利物队是英超王，怎么可能输呀？哼，一派胡言。这利物队是主场作战，又是英超王，巴安队可比利物队差远了。这场比赛，利物队的主力雷斯会缺阵，虽然他们比赛占尽优势，但是他们轻敌了，这骄兵必败。哈，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啊！这样，现在比赛是1-1，咱俩打个赌怎么样？怎么赌？如果巴安队赢了，我考虑做你项目的天使投资；如果利物队赢了，那你就赶快从我的面前消失，别来烦。好。成交。
绝杀！最后90分钟，巴安队以2比1的战绩战胜了利物队。学弟，你太神了吧！这你都能猜中？怎么可能？利物队输了。学姐，没什么不可能，这交逼必败。没想到霍冰竟然栽在你的手。行，愿赌服输，你的项目我投了。学姐，我并不想用赌球来干扰你们判断，这钱我们并不缺，我们只是缺一个成熟的宣发团队，所以希望学姐能够真心实意的加入我。哈，你野心倒是不小，让我给你做宣发团队，这要我给你打工啊？这怎么是给我打工？这应该是双赢互利才对。投资是想，但是你让我动用我家族的力量，那我得考虑一下。好，学姐，我这就把资料发到你邮箱。冰冰，咱们安插在高总身边的眼线，说高总有个投标的公司，对他兴趣比我们大。知道。这明天就要见高总了，这见面礼送什么？那眼线怎么说？按照眼线的说法，高总性格怪异，这不收贵重礼物，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。哎呦，不知道，这就有点难办。学姐，明天你们见高总的时候，可以带一盒感冒药。什么？感冒药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可没有开玩笑，这盒感冒药可能就是你们拿下合同的关键。高总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，这2天他感冒了，如果你们拿着一盒感冒药去，高总会觉得你们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，说不定顺便拿下合同。你怎么知道高总感冒了？前2天他在清北演讲，我在后台见他在那抽烟，他一个鼻孔出来。前世这个项目就是被一家小公司用一盒感冒药拿下，传承了佳话。一派胡言，这怎么？学弟，你是认真的？就看学姐信不信我了。如果成功了，还请学姐考虑一下我们合作。我先走了。你这个沈周不是天高地厚，还以为高总喜欢他幽默呢。真是。志伟，你按照沈周说的去准备一盒感冒药。不是吧，冰冰，你真打算听那个疯子的话呀？你觉得是疯子？难道不是吗？还感冒药？可是一个疯子，怎么可能猜到战无不胜的利物队会被巴安队绝杀呢？这场巴安队跟利物队的对决，从战绩上来看，巴安队根本不是利物队的对手。绝杀！最后90分钟，巴安队以2比1的战绩战胜了利物队。这真没想到啊！听了沈周的建议，送了盒感冒药，高总就这么快的签下了合同。这个项目可是高总10年的心血，之前就是因为下面的人粗心经营，所以亏损，所以哪怕是转让，他也会找一个做事细心的。真没想到，真让这个沈周全都说中了。这个学弟好生厉害！我决定了，投资他的拼一刀项目，并且利用家族资源给他做宣发。你说，冰冰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你和他在一起的话，很失败的。我和他，哎呀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的父亲不是一直催你结婚吗？你这心高气傲的，这不学无术的富二代你又看不上。这沈周啊，才智不弱于你。你们俩要是在一起，在生意场上那就是神雕侠侣，所向披靡。以他的能力，确实配得上当我破冰的丈夫。
不过我之前听说他有女朋友了。哎呀，大学时期的女朋友能谈多久啊？而且啊，他这么聪明，能不明白那些道理吗？什么道理？人的一生啊，选择大于努力。他如果和你在一起了，那就是濠江赌王的女婿，至少能让他少奋斗30年呢。走走。路上开车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老板娘。沈周，学姐，我今天顺利从高总的手里拿下娱乐城的项目，多亏你的指点，谢谢。学姐您客气了，举手之劳。我仔细看了你的项目，不得不说，你是个天才。谢谢学姐的夸奖。那我们之间的合作……哦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找个地方聊聊。没问题啊。那我们吃火锅，边吃边聊。好，走走。表妹，表哥这次为了你可惨了。表哥，当初你可是信誓旦旦的说肯定拆散沈周和楚有为的。我怎么知道那个沈周手段那么高啊？我到现在我都想不通，他怎么知道我手机通讯录里的事情的？他是很优秀，可是他越优秀我就越不甘心。他本来明明是属于我的。表妹，表哥这次一定帮你赶走沈有为，好不好？沈周？他旁边的女生是谁啊？欢迎光临，帅哥美女2位里面请。好你个沈周，说我是渣男海王，你自己脚踏两只船，你个双标狗！他旁边的女生，我在青美官网上看到过，是校花霍斌，学生会主席。为什么美女总围着沈周转啊？哎，表妹，表哥这次一定能让沈周身败名裂。你说的对，拼一刀确实是一个颠覆性的电商项目，我跟你合作。祝我们合作愉快，马到成功。成功。除了拼一刀的项目之外，我还有件事情跟你讲。你说，学姐。我喜欢你，我们谈个恋爱吧。没事吧？啊？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有点突然，但是我很欣赏你。学姐，你这么优秀，还差追求者吗？要么太笨，要么无趣。你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既聪明又有趣的男生。和我在一起，我们霍家自然会不留余力的支持你。学姐说的对啊，亳州赌王女婿的身份，的确是无往不利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懂得借势而为。这样，我给你3天时间跟你女朋友断干净。抱歉，学姐，我拒绝。你说什么？学姐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女人，但我心眼很小，小到只能装下我女朋友一个人。是今天你送回寝室的那个姑娘？是。没有人敢拒绝我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如果依旧拒绝我的话，那合作的事情免谈。对不起啊，学姐，即使我们不合作，我也不可能和我女朋友分手。哼，你确定？她的世界只有我不能做出对不起她的事。看得出来，你很爱她，我很羡慕你们之间的感情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学姐的祝福，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。等一下，拼一刀的宣发方案，明天我让同志威跟你对接。可是学姐，你刚才说
我喜欢意志坚定的合作伙伴。如果意志不坚定的话，不配跟我合作。我敬你杯水。来，那走吧。好。走吧。干得好！谢谢老板。他刚刚说了什么？啊，刚才那个美女和那个帅哥表白了。什么？清北校花对沈周表白？原来这么优秀的女生都在追求沈周吗？走。我到底错过了什么呀？表妹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表妹，有了这些照片，沈周肯定身败名裂。到时候楚薇不要他了，沈周肯定还会回到我身边的。自从认识了沈周这个霸总，现在看霸总小说都没劲了。你们快来看呀，沈周他出轨了！什么？你们看这篇帖子，还贴了照片呢。玩弄2位校花的感情，这个沈周真是死渣男。霍斌有颜有钱有能力，怎么会看上沈周？天啊，为什么2个校花都喜欢沈渣男啊？怎么可能？沈周不是这样的人吧？这还能有假吗？作者可都说了，他亲耳听到霍斌表白的。微微，你要坚强啊！微微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但是还好你们还没结婚，发现的早。不，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你忘记当时我是怎么被周海骗的了吗？你怎么还能相信沈周呢？这其中肯定有误会，我现在就要找沈周打电话问清楚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相信这个渣男？我信他。你给他打电话，就代表你在意他。你越是在意，他就越是肆无忌惮。我不允许你给他打电话。这是我们今天确定的具体的宣发方案。冰冰姐的意思，今天定方案，明天进行全网宣发。霍学姐还真是雷厉风行啊！周哥，你快来看，有人造你和霍学姐的谣。这人好大的胆子，连霍学姐的谣都敢造。这倒也不是造谣，冰冰确实欣赏沈周，对沈周表白过，不过被沈周拒绝了。周哥，牛啊！不过这个人的拍照技术也太差了，都把我拍丑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乎什么丑不丑的？你要不打个电话给嫂子，给她解释一下。不用，我也不会在乎这些流言蜚语。那可不一定，这女人吃起醋来是很可怕的。我相信她，一如她会相信我一样。周哥，这帖子传得很火，在清北和财大都传遍了。我主要是怕嫂子被某些人误导。我以为要是真在意的话，早就给我打电话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怎么样宣发。那你看一下，对，你看这个18到35对这个人群，我觉得应该改一改。他们人群应该是在。我现在就帮你把沈周删了。你还给我，薇薇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恋爱脑了？到时候你被人家卖了都不知道。可是沈周他真的不是这样的人，
你还给我吧！哎，你们别吵了，快来看，又有新帖子了。是清北校花霍冰发的澄清帖，看来是霍冰向沈周表白，但沈周拒绝了。我很欣赏沈周，也对他表白了，不过他很干脆地拒绝了我。他很爱他的女朋友，他说他的心眼很小，小到只能装下一个人。他还说他的世界只有他，他绝对不会伤害他。而且听说这个霍冰不仅长得漂亮，还是豪强赌王的千金。他看上哪个男人，哪个男人做梦都要被笑醒。没想到他居然会对沈周表白，关键是沈周拒绝了霍冰的表白。我说过的，沈周不会辜负我的。你看，你误会沈周了吧？事实证明，沈周和周海不一样。清北高材生沈周创立的拼一刀电商平台一经上线，风靡全网。沈周也被评为全国优秀大学生创业代表。你们好好看看沈周的成就，短短的1周，拼一刀风靡全网。这样优秀的学生诽谤他的人，你们怎么还不做处理啊？老袁，你冷静点。这件事我们查过了，是我们军师的谢书瑶和台大的周海做的，我们会严惩的。严惩？你们打算怎么严惩？记大过一次吧。记大过？开除，必须开除，否则我们清北与你们学校的合作项目全部取消。老袁，这也太狠了点吧！老季，你说句话呀！沈周是我们清北的优秀学子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上我去招惹那个沈周还有楚佑薇，我怎么能被开除？我哪知道沈周这么受重视，都成全国优秀大学生代表了。如果不是楚佑薇，现在应该是我在沈周身边被万人追捧。舒瑶，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涛哥，你来，快走快走！走。涛哥，我们因为发帖攻击沈周，被学校开除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种小事儿，学校本来不应该开除你，怪只怪这沈周名气现在太大了，学校这是把你俩抓典型了。一定是那个沈周心胸狭隘，故意给学校施加压力。涛哥，我听说你爸是盛天集团董事长王胜天的远房表弟，能不能请王董出个面，帮我们说说好话呀？董事长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人物，我就是一个远亲，哪里请得动他呀？涛哥，你就再想想办法吧。办法嘛，倒是有，但需要你牺牲一下。好好陪王董。踏出这一步，我就能成为楚佑薇、霍冰那样的女孩。沈周她一定会后悔。你就是小谢吧？不是，王董好。不错，很润。王涛这小子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儿。哎，薇薇，你这么土豪，买这么多快递，这傻妮子自从沈周拼音刀上线后，他就没日没夜的买，咱们宿舍都堆不下了。哎，佳怡，你帮我拿一下。
佳怡、雨桐，你们先帮我把快递拿到宿舍去吧。薇薇，这么晚了，你干嘛去啊？沈周他来找我，让我去公园走走。啊，那你快去吧，记得早点回来，待会儿宿舍阿姨就熄灯关门了。注意安全。知道啦。上次的帖子你看到了？没生气吧？那就好。沈周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，我也喜欢你。你喜欢站在大叔，我们是学生。我还以为是小偷呢。对了，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，你们还不回去？对啊，寝室马上就要关门了。哎，周六，宿管阿姨，宿管阿姨，宿管阿姨。看来宿管阿姨睡着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咱俩今晚不会要睡大街吧？没办法，那只能去酒店对付一把。酒店？就剩这一个房间了。我知道。沈周，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妈妈，不然她会杀了我的。要是你妈知道了，她第一个杀了应该是我吧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我先去洗澡。我帮你。我自己可以。别动。沈周，快来救我 ！QQ 把你删了，倒是忘记把你从电话拉黑了。沈周，你再不来救我，我真的会死的。玩什么手机啊？来，第9个回合，继续呀！王董，你放了我吧，会出人命的。沈周，是谁啊？诈骗电话。怎么，睡不着吗？我认床，有点怕。我抱抱你。
王涛，你把书瑶送给我，我很满意。你的项目回头看几眼。多谢董事长。你的这个项目和清北沈州的拼一刀一模一样啊！现在拼团的市场还不是很成熟，只要我们的资金投入比沈州多，一定可以让拼一刀消失的。生意场上只论成败，你虽是旁系，但倒是也有我当年几分风范。对了，沈州那个女朋友是楚家人。是。要不是那小子坏了老子的好事，楚原那老东西早他妈已经死了。这项目我投了，放手去做。可是王董，我听说拼一刀这个项目有濠江赌王千金的入股，如果濠江赌王也入股的话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？霍赌王的实力是比我强上那么一点儿，不过我们有个王不见王的约定，但凡是我亲自入局的项目，他绝对不会追加投资。昨晚我很满意，这张卡里有500万，你可以选择拿着卡，拿着钱走人，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以后每个月拿500万。500万？沈仲，有王胜天入局，你怎么斗得过？等你身败名裂，楚有为离你而去，不要你跪在我面前求我。无耻小人！这个新上线的拼好团简直是赤裸裸的抄袭嘛！还狠砸资金，贴补用户，抢夺市场，无耻至极啊！哎，老师，您冷静，别上火，吃点降压药。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个拼好团的项目负责人是王涛和谢书瑶和周海，他们背后是王胜天在撑腰。抄袭项目，狠砸资金，这是胜天集团惯用的手法，以大量的资本后发入市，干死原创者，劣币驱逐良币。一群王八蛋！行了，大家这样发火和抱怨是没有任何结果的。对方准备了多少资金？大概50亿。50亿！我这儿只有1亿资金，原本我以为可以撑到拼一刀发展起来，可是被王胜天这样一搅和，看来这1亿远远不够。我马上去找清北法学院出马，起诉他们，告他们个倾家荡产。哎，老师，您冷静一下。如果我们走起诉这条路，那就正中王胜天的下，我们将必死无疑。什么意思啊？老师近些年一心在技术上，对商业博弈可能不太了解。在商业战争中，取证上诉是极为困难的，没有几年的来回是不会有结果。就算我们赢了，他们最多赔一点钱，可最后他们就已经占据整个市场，而我们的结果将会一败。可是拼一刀技术是我们开发的呀。我知道，可是在商业博弈中，技术不是砝码，资本才是。盛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个王胜天财力雄厚，是国内排名前5的金融巨鳄，很少有人能在资本市场上和他抗衡。我觉得趁现在拼一刀还有价值，我们卖掉公司，降低损失，这才是最好的结果。
卖掉公司？这可是我们大家的心血，怎么能卖掉公司呢？袁教授，如果不卖掉公司，被王胜天拖入泥潭，公司破产不说，之后啊，结果只会更惨。不，绝不能卖掉公司。宋州，我个人资产变现能有3000万，全都给你，给他们干到底。我这里也有100多万。周哥，我妈留了50万给我娶媳妇儿，还有你给我的都给你。冷静一点啊！这些钱对于王胜天的资本来说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只会血本无归。沈周，我们还是卖掉公司吧。周哥，咱不能认输啊！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认输了？沈周，你打算跟王胜天杠到底，可你斗不过他。既然王胜天要和我们玩资本，那我们也可以去找资本。霍学姐，听说你的父亲近日在京都，是否能为我引荐一下？没用的，我父亲跟年轻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，他现在是个极致冷静且保守的生意人。就算他出面跟王胜天正面厮杀，哪怕能赢，也会有损失，所以他不会出手。学姐，你是他亲女儿，都不能求他出手吗？在生意人面前，有亲情，能给他赚钱的是他女儿，不能给他赚钱的。学姐，你只管为我引荐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。好。周哥到了。我父亲在顶楼等你，答应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剩下的就看你的了。学姐不一起？不了。好。学姐，你不是说赌王给周哥10分钟吗？这都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我也不知道。周哥，赌王答应了吗？肯定没答应，我早就说过了。我父亲的资产虽然比王胜天多，但是他肯定轻易不会冒这个风险的。沈周，这短短2天，1个亿的资金已经烧完了，根本挡不住对方的攻势。知道了。你一点都不着急吗？周哥，嫂子来了。让她进来。除了嫂子，还有你未来的岳父和岳母，我去把他们接进来。啊？周哥，周哥，公司的事我都听了，你别太大的压力。小意思，放心吧，我能处理好。你先松开，这么多人看着你。周哥，不管你有没有钱，我都会跟着你的。知道了啊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沈，公司的情况还好吧？其实没情况不太好，短短2天，我们的资金链就已经断了。现在就算是要卖公司，也不值钱了。哼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这个人注定起起落落，野心太大，10个亿倒没有挣到，现在倒好，还欠了一屁股的钱。行了，少说2句。小沈，来，拿着。叔叔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沈氏集团的现金支票和不动产的凭证，价值40个亿，我们全力支持你。叔叔，不行，这太多了。小沈，这个呀，其实也是你阿姨的意思。哎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想让我女儿跟着你吃苦罢了。
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这场仗我绝对不会输。胆子挺大呀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说自己不会输，啊？王胜天，别太嚣张，有我楚氏集团支援的40个亿，沈周不一定就会输给你。楚渊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蠢呐！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要全力支持沈周，所以王董又投资了50亿，一共100亿来注资拼团项目。100亿？你楚氏还算有点实力，新启动的房地产项目砸进去了几十个亿，又送给了沈周40亿，但是你楚氏集团还怎么运转呢？啊，等我吞并了拼团市场之后，顺手就把你们楚氏地产一起给收了。王胜天，你真无耻！这个叫成王败寇啊！若霞，当初我苦苦追求你，你不同意，却选择了楚渊这个废物。实话告诉你，楚渊这个废物当初的房地产项目也是老子搞黄的。现在我随便伸出一根指头，就能把你们轻易的碾死。这个是你女儿吧？长得很标致嘛。若霞，当初你不愿意嫁给我，但是现在，只要你肯把你女儿嫁给我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们楚氏集团一马。到时候，你们娘俩可以一起。你放屁！死一边去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这老东西口气还不小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你们盛天集团马上就要完了？沈周，你是受打击太大，脑子坏掉了。沈周，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，真是一个不知。看来你们没有看最近的新闻呢。新闻？什么新闻？看看吧。10分钟前，拼一刀独创的双11半价狂欢节上线，所有商品将在11月11日半价销售并开启预售，预计补贴100亿以上。创始人沈周称其为100亿补贴计划。双11半价狂欢节和100亿补贴一经推出，拼一刀用户量暴涨，预售单量节节攀升。而前不久上线的竞品拼好团用户量暴跌，已经溃不成军了。双11半价狂欢节，这是什么商业模式？哦，我明白了。这几年11月11号被网友调侃为光棍节，利用拼一刀把光棍节改成购节，这是一种符合潮流的反孤独消费仪式感。原来如此，还真是个天才。加上低价狂欢补贴，将单身经济与拼一刀营销深度绑定，这足以开创一个全新的消费时代呀！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投入的100亿资金全打水漂了。不对，沈周他哪来的钱？舒瑶说的对，差点被你给骗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那我就让你们说个明白吧。霍赌王，您亲自和他们说吧。王胜天，是不是很意外？霍天雄，霍天雄，我们约定好的拼团项目你不会投资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？我可没有出尔反尔，女儿要分家了，拿着我100亿家产，一定要给沈周。我有什么办法？王兄，女大不中留啊！我爸什么时候给我了100亿？哎，冰冰，你父亲以你的名义为拼一刀项目注资100亿，我们有救了。你他妈耍诈！阴不阴诈而已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你的盛天集团亏损100亿，资金链已经断了，我已经派人去收购宁夏的产业了。沈周，
干得好！王胜天，这下你可算完了。我完了？你他妈做什么梦啊？国家已经开始鼓励房地产项目，我早有布局。等到时候我那几个项目一落地，拼团市场这点钱，老子他妈还看不上呢！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叔叔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有人在你的车上动手脚，想要谋害你的性命吗？对，可当时我们调查了，这并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呀。那天我和赌王谈完合作后，顺便让他查查暗害楚叔的人，结果发现幕后黑手就是你，王胜天。别胡说八道啊！你有证据吗？小心告你诽谤啊！嫌疑人王胜天涉嫌买凶杀人，证据确凿，带走。嫌疑人谢书瑶、周海、王涛涉嫌私通公款，不正当交易，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。臭小子，还真有你的，连王胜天这样的你都能扳倒。沈周，你到底是怎么说服我爸的？他一向是以利益为主，怎么可能因为你跟王胜天翻脸啊？那是因为我能带来的利益比王胜天大呀。就只凭偏一刀这个项目的利益，好像不够吧？当然不够。从鸿蒙手机到短视频，新能源汽车一直讲到大数据、人工智能，答应这些项目优先让他参与投资，他才愿意点头帮我。也就是说，我爸在赌你的未来？在赌王眼里，只有利益没有朋友。王胜天不如我有潜力，更何况刚查出他买凶杀人，所以你父亲干脆彻底盯死王胜天，不仅能顺利收购胜天集团，而且还能和更有潜力的我建立合作，一箭双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说，在我爸眼里，王胜天就是一枚弃子。哎，对，你要小心啊，我怕日后你也……放心，利益关系反而是最长久安全的。慢点儿，小心身体。让你多休息，你就不听。我再躺下去，四肢都要退化了，我就想出去走走。好，好，都依你。快坐。来，周哥，你都要当3个孩子的爸爸了。响应政策，孩子多热闹。哦，对了，周哥，你不是打算布局短剧行业吗？我找了一个爆款编剧，写的爽剧一定能爆火。这主演重生后3年才挣1个亿，我当时大学没毕业都挣了1个亿，这是爽剧吗？怎么看着都不爽。哥，那看要跟谁比了？跟你比起来，哪还有什么爽剧啊？你再去找找真正的爽剧吧。嗨，我真的太难了。呀，我忘记接2个闺女了，对不起，让他们走。周哥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，回来闺女又该骂我了。哎，哥，我开车送你。行，我总知道，总是让老师帮忙带孩子，挺难为情了。这样，这几天你安排一下，把幼儿园买下来，顺便给老师们涨工资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嗯。走。